在这片浩瀚无垠的宇宙中，我们总是寻找着对的人，期待某个灵魂伴侣的出现，填补内心的缺口。然而，我们是否曾经停下脚步，将视线从外界收回，问问自己：我能成为那个我渴望吸引的人吗？宇宙运行的法则是微妙而精准的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外在世界只是内在世界的投射，我们所遇见的人事物都是内心状态的折射。倘若我们总是追寻某种理想的关系、机会或成功，却迟迟未能拥有，也许问题并不在于世界没有给予，而是在于自己尚未准备好接收。每当仰望星空，我们或许会感叹流星的短暂，却忽略了它划过夜幕的那一瞬间，已经点燃了无数人的希望。这就如同人生中稍纵即逝的机遇，它们的出现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因为某个频率与我们产生了共振。而这股共振来自于内在能量的提升。如果渴望一段充满理解与支持的感情，那么自己是否已经具备同等的理解力与包容心？如果希望拥有丰盛与成功，那么自身是否已经拥有富足的心态与行动力？吸引力法则的运作并非单向，而是双向的流动。我们不只是吸引，更是在创造。许多人将幸福寄托于外界，期待某个人的到来能改变自己的人生，带来稳定、安全与快乐。然而，真正稳固的幸福，不是来自于某个人的陪伴，而是来自于自身内在的圆满。当一个人真正活出自己的价值，散发出坚定而温暖的能量，那么宇宙自然会将频率相符的人事物带到身边。宇宙并不吝啬，它总是用各种方式传递讯息，提醒我们，内在的状态决定了外在的结果。这些讯息可能藏在每日晨曦中的宁静，可能体现在一次深刻的对话里，甚至可能出现在我们一次次的自我对话当中。当愿望迟迟未能实现时，宇宙或许正在询问你准备好了吗？与其焦急地寻找对的人，不如让自己成为值得被遇见的存在。当内在真正绽放时，宇宙自会在适当的时机将一切带到我们的面前。当夜晚降临，不妨停下脚步，闭上双眼，感受内心的悸动。问问自己，我是我所渴望成为的那个人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现在就是开始转变的最佳时机。宇宙一直在等待你发出讯号，当你准备好迎接改变，那些你期待已久的美好将会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降临。你是否曾经感受到身体被压力、焦虑或沉重的情绪束缚？现代生活的快节奏，无数的责任与期待，往往让人忘记最原始、最自由的存在方式——行动。当身体开始移动，能量随之流转，我们便能打开与内在连结的大门，让自己与宇宙的频率同步。宇宙是一个充满流动与变化的能量场，而我们的身体亦是如此。我们的思想、情绪、状态无时无刻不受到外界影响，但我们的身体却拥有掌控这一切的钥匙。当你开始运动，无论是跑步、瑜伽、跳舞，甚至只是一个简单的伸展，这些动作都如同宇宙间的波动，使你的能量场重新调整，与更高频率的正面能量对接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我们所吸引的往往是与我们当前能量频率相匹配的事物。如果我们总是停滞不前，被负面情绪围绕，便容易陷入低频的能量场，吸引更多消极的事件。而运动就是一种强大而简单的能量转换方式，能帮助我们提升频率，吸引更多的喜悦、自由与丰盛。想象一下，你站在一片辽阔的草原上，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，微风轻拂。你深吸一口气，开始奔跑。
每一次踏步都像是在与大地对话，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与宇宙交换能量。你的心跳加速，血液流动，细胞开始苏醒，整个身体变得轻盈自在。这不仅仅是一场跑步，更是一场与宇宙能量的交流。在这一刻，你抛下了所有的压力与束缚，只剩下纯粹的存在感。不仅仅是跑步，任何形式的运动都能帮助我们打破能量的阻滞。当你舞动身体，随着音乐摆动，每一次旋转都像是在释放过去的烦忧，让内心的快乐涌现。当你进行瑜伽，每一次伸展都像是在开启新的能量通道，让身心回归平衡。这并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，每天仅仅10分钟就足以让能量开始转动。你可以在清晨醒来时做几组深蹲，让身体苏醒，或者在午休时快步行走几分钟，让思绪清晰，甚至在夜晚关上灯光，播放喜爱的音乐，让身体随心所欲地摆动，释放一天的压力。当你坚持这个习惯，便会发现生活开始发生奇妙的变化。你的情绪变得稳定，思维变得清晰，行动变得有力。而这些改变将引导你进入更高的能量状态，让你吸引更好的机遇与人际关系。宇宙的能量无处不在，而我们的身体正是接收与发送能量的最佳载体。当我们选择行动，我们便选择了自由。当我们让能量流动，我们便打开了吸引力法则的神秘大门。从今天开始，给自己10分钟，让身体带领你进入一个更轻盈、更自在、更充满可能性的世界。此刻，你感受到某种微妙而深远的震动，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呼唤着你。这种感受并非偶然，而是宇宙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你沟通。你或许早已察觉，生命中有些事情正悄然变化，一种新的可能性正在展开。这一切来自于你的内在渴望，渴望突破，渴望成长，渴望更深刻地理解自己。宇宙的法则运行不息，每一个意念，每一次选择，都像是抛向水面的石子，激起层层涟漪。当你开始对自己产生好奇，当你愿意挑战新事物，这股能量便会开始流动，将崭新的机遇带入你的生命。学习一本新书，掌握一门新技能，甚至只是一次勇敢的尝试，都可能成为你与更高层次自己连结的桥梁。想象一下，你站在星空下，仰望浩瀚无垠的宇宙，无数星体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，然而它们彼此之间却紧密相连，受到某种更高智慧的引导。这正如你的人生，看似偶然的每一次相遇，每一个决定，其实都在遵循一种隐藏的法则——吸引力法则。你所思所想，正在塑造你的现实。当你选择阅读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内容便会与你的内在频率产生共鸣，带来启发与成长。一本书可能改变你的思想，甚至改变你的命运。试想，那些改变世界的思想家，他们的观念最初也只是来自一本书，一个灵感，一个微小的念头。而这样的机遇，现在也同样存在于你的面前，只待你敞开心灵去迎接。你是否曾经感受到某种神秘的吸引力，让你不由自主地对某个领域产生兴趣？这并非偶然，而是宇宙在向你发送讯号，引导你走向属于你的道路。当你开始回应这股吸引力，新的可能性便会如星辰般闪耀在你的生命之中。勇敢尝试新事物，意味着你愿意与宇宙共同创造，而不是被动等待。挑战新事物并不总是轻而易举。过去的经验、内心的恐惧可能会让你犹豫不前，但请记住，每一次突破都意味着你的能量频率在提升，
你的内在力量在觉醒。当你开始信任自己，你将发现宇宙也在回应你，为你带来契机与奇迹。许多人在生命旅途中寻求意义，却时常忽略了最简单的真理：当你专注于当下，当你愿意学习，愿意尝试，生命的答案便会在过程中自然显现。每一个选择都是你与宇宙共舞的一部分。当你踏出舒适圈，挑战未知，你将发现世界远比想象中更加广阔。试着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感受你的内在世界。问问自己，有什么是我一直想做却迟迟未行动的？有什么领域一直吸引着我，却因为害怕而止步不前？现在正是时候迈出第一步。选一本书吧，一本让你内心悸动的书，让它带领你进入一个新的世界，拓展你的视野。或是尝试学习一门新技能，让你的能力提升，为未来铺设更宽广的道路。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都是在为未来的自己创造无限可能。宇宙的运行有其独特的法则，而当你开始主动探索、主动学习，你便与这股伟大的力量对齐。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，你的思想、情感与行动将决定你的人生方向。当你对未知保持开放，当你勇敢挑战自己，宇宙便会回应你的信念，为你带来最适合的经验。你已经准备好了吗？让自己沉浸于探索与学习之中，让内心的好奇引领你发现更广阔的世界。无论你选择阅读、学习、创造，还是体验新的事物，请记住，每一个选择都在塑造更好的你。宇宙正在等待你的回应，而现在正是你展开新旅程的最佳时刻。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之中，每颗星辰皆有其运行的轨迹，无论光芒万丈，亦或黯淡无光，都拥有存在的价值。同样的，人生中的各种情绪，无论是欢喜还是悲伤，都是我们内心宇宙的一部分。负面情绪并非我们的敌人，而是我们心灵旅程中的一位导师。接纳的力量。当负面情绪涌现，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抗拒或压抑。这是人类的天性，因为我们渴望快乐，厌恶痛苦。然而，当我们选择逃避或压抑时，这些情绪并不会消失，反而会像被埋藏的种子，在潜意识中生根发芽，影响我们的行为与思维模式。试着改变我们对负面情绪的态度。当你感到悲伤、焦虑或愤怒时，不妨对自己说：“我看见你了，我愿意了解你。”这句话就像一道温柔的光，照亮内心阴暗的角落，让那些被忽视的感受得以浮现，进而被理解与接纳。宇宙的法则与情绪的流动。宇宙有其运行的法则，其中之一便是吸引力法则。简单来说，你的思维与情绪会影响你的现实。如果我们试图压抑负面情绪，这股能量依旧存在，只是被转移到了潜意识，最终仍会在生活中以不同的方式展现。然而，当我们选择接纳情绪时，就像让一条原本受阻的河流恢复顺畅的流动。水流或许会翻腾，或许会激起漩涡，但最终它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，回归平静。这正是接纳的力量。情绪的观察与记录。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练习接纳负面情绪？一个简单的方法是每天花3分钟，静下心来观察自己的情绪，并将其记录下来。识别情绪，闭上眼睛，感受内心的波动。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？焦虑、愤怒、悲伤，还是迷惘？接纳情绪，不论情绪为何，不带批判地对自己说：“我允许自己感受这份情绪。”书写与释放。
将你的情绪写下来，不需要华丽的辞藻，只需诚实的表达。寻找模式，过一段时间后，回顾你的记录，看看是否有重复出现的情绪模式。这将帮助你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内心运作，让宇宙成为你的伙伴。当你学会接纳负面情绪，你便能与宇宙建立更深层次的连结。你不再是被情绪操控的个体，而是能够驾驭这股能量的创造者。想象宇宙是一面镜子，它会回应你的内在状态。当你带着爱与理解看待自己的情绪，宇宙也会以更温柔的方式回应你。负面情绪的出现，或许是提醒你该休息了，或许是要让你学习某些课题。当你开始以这种角度看待情绪时，你会发现，它们不再是阻碍，而是前进的动力。从接纳到转化，接纳并不代表沉溺，接纳是第一步，转化则是更进一步的成长。当你允许自己感受负面情绪，你便拥有转化它的力量。悲伤时，寻找温暖。当你感到悲伤时，不妨拥抱自己，给予自己安慰。或许听一首温暖的音乐，或许与信任的朋友分享你的感受。焦虑时，回归当下，焦虑常来自于对未来的不确定。此时，试着专注于呼吸，感受脚步踏实地踩在地面上，让自己回到当下。愤怒时，表达与释放。愤怒是一股强大的能量，压抑只会让它在心中累积。你可以透过写作、运动或艺术来表达与释放它。你是宇宙的创造者，你所拥有的每一种情绪都是宇宙赋予你的礼物。它们提醒你，你是活生生的存在，你有感受的权利。当你学会接纳负面情绪，并与之共处，你将发现，你不再被情绪所困，而是能够自由地在这片宇宙之中航行。你的内在世界将变得更加宽广，你的心灵将与宇宙的流动更加契合。从今天开始，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，与你的情绪对话，让宇宙成为你的支持者，让接纳成为你内在力量的泉源。在这趟旅程中，你将发现，真正的平静并非来自于没有负面情绪，而是来自于拥抱一切的勇气与智慧。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，每个人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，闪烁着属于自己的光芒。然而，有些人总是在寻找某个对的人，试图让自己变得更好，仿佛只有当那个人出现时，自己的生命才会完整。但事实是，你不需要刻意去吸引谁，因为当你专注于自己，绽放属于你的光辉时，那个真正适合你的人将会被你的光芒自然吸引。吸引力法则一直在运作，无论你是否意识到它。当你不断渴望某个人的认可，当你试图改变自己以符合别人的期待，这种能量其实传递出匮乏与不完整的讯息。而宇宙会回应这样的频率，让你吸引到的往往是无法真正填补内心空缺的人。相反的，当你开始欣赏自己、爱自己，并且专注于成为最好的自己时，你所散发的频率将会吸引与你相匹配的能量。试想一下，一颗璀璨的星星，它并不会刻意寻找其他星星来衬托自己的光芒，而是专注于发挥自己的能量。当它闪耀时，与它相同频率的星星自然会聚集，形成壮观的星座，彼此辉映，创造美丽的景象。这正是吸引力法则的奥秘。当你成为最真实、最完整的自己时，那个与你契合的人将会在对的时间点出现在你的生命中。很多人误以为吸引力法则只是单纯的许愿，期待宇宙自动送上理想的伴侣。但真正的吸引力法则是从你的内在开始运作。你需要改变自己的信念与能量场，
才能吸引到与你频率相符的人。这意味着你必须先成为自己生命中的对的人。如何做到呢？首先，学会真正的爱自己。这不只是表面上的自我照顾，而是深层次的自我接纳。无论你的优点或缺点，无论过去的经历如何，都值得你去拥抱与欣赏。当你全然接受自己的时候，你的内在将散发出稳定的能量，这种自信与爱的频率将会吸引同样珍视你的人。其次，专注于个人成长。与其把注意力放在外在环境或他人身上，不如投入时间提升自己的内在价值。培养兴趣，学习新技能，探索世界，这些都能让你的灵魂变得更加丰富，也让你的能量场更具吸引力。再来，保持正向的信念。许多人总是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拥有幸福的爱情，这样的想法只会让宇宙回应相同的匮乏感。因此，请时刻提醒自己，我是值得被爱的，我是完整的，我吸引着美好的关系。当你相信这些话语时，你的内心会产生强烈的信念，而这正是吸引力法则最关键的一环。最后，放下执着与恐惧。许多人因害怕孤单而急于寻找伴侣，甚至强求一段关系的发展，这样的能量会让你吸引到错误的人。真正的吸引力来自于自在。当你不再执着于何时遇见对的人，而是享受当下，专注于自己的成长时，那个最适合你的人便会在不经意间走进你的生命。宇宙的运作方式并非让你去追逐某个人，而是让你成为最好的自己，进而吸引与你频率相符的人。当你发现自己不再刻意去吸引谁，当你开始为自己发光发热，你会发现真正的幸福早已在你内心萌芽。你不再需要依赖任何人来填补内心的空缺，因为你已经是完整的，而那个对的人也将被你的光芒所吸引，与你并肩同行。所以，从今天起，不再等待谁来让你变得完整，而是让自己成为完整的存在。当你开始专注于自己，热爱自己，你会发现，宇宙会以最神奇的方式将对的人带到你的生命中，而这份爱将是你从未想象过的美好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